开个短会啊！最近家里笔记本电脑有点卡，预算1万左右，你们有什么推荐吗1万啊，1万都能买个4070笔记本了。哎，年纪大了，玩不动3A 了，还是搞一个轻薄点的吧。轻一点，那肯定选 Mac。我的 MacBook Air 巨好用，你哥你信我。这个 Air 虽好啊，但你想，我们工作室平时生产力办公用都是 Windows， 这 Mac 我是真用不惯。可是 Windows 的轻薄本要么不够轻薄，要么轻薄的性能续航大打折扣，有点不上不下的呀。哎，确实也是。不，还有我。Put it anywhere. Put it anywhere. Put it anywhere. 4月份，华为发布会呢，大篇幅都在讲智捷 S7啊，但实际上这台2024款 MateBook X Pro 才是最吸引我的产品。线下简单上手之后就激情下单了。我买的这台呢是宣白，颜值这块当时看官方渲染图，妥妥很强啊，但就实物来说呢，和预期呢存在一些差距，主要是这个白色质感会比较吃光线，很多常规室内光照环境下看着呢有点偏灰，而且仔细看表面会显得脏脏的。微熔处理的镁合金机身，触感呢不像常规铝合金，没有一摸上去就有冰冰的感觉。不过打上光之后，或者说光照明亮的环境下，颜值气质啊就一下子上来了。表面摸上去呢会有一种沙沙的声音，让人没事呢就想盘一下。当然选白色啊，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不容易显指纹印记。黑色呢我在线下试了一下，妥妥是指纹收集器了。官方宣称重量呢是980克，我们这边实测呢是979克左右。要知道 MateBook X Pro 是一台14.2英寸70瓦时电池容量，同时其他配置也不含糊的笔记本电脑。不得不说，这次的重量控制呢确实牛逼啊，用2个手指呢就能够轻松拿起来。我也不是杠啊，我觉得这挺费劲的。你这样夹不就行了？日常用下来，设计上呢也有个小槽点，那就是如果说你习惯从两侧端电脑，地面进风口会有点拉手啊，这部分开口切割呢是比较锐的。如果说打磨圆润些，手感呢应该会改善不少。机身左右呢一共是3个 USB-C 口啊，经常需要会议的话，拓展物呢肯定是要常驻了。机身右侧呢还有一个摄像头隐私开关，壁面呢是镜面的啊，有 AR 镀膜，反光情况呢会比大多数手机要好些。亮屏之后，屏占比没有做到机身重量那么极致啊，当然颜值呢也还行，因为壁面啊没有凸出来一块，屏幕呢也没有刘海，看着是比较舒服的。屏幕呢也支持单手开合。C 面键盘除了 F 区和半高方向键，别的按键呢都是正常尺寸，键程呢不算长，但是打字手感在轻薄本里面呢还不错。就是这个黑色的键帽表面啊很容易显油污。键盘呢自带2档白光，就算是最亮1档，路演呢也比较柔和。电源键上面集成了指纹，开机加登录一键直达，近乎无感，要比人脸解锁呢体验更好。而且电源键啊没有塞在 F 区，不用担心呢打字的时候不小心按倒直接关机了。这台 MateBook 还有一个特点呢，我特别喜欢，那就是触控板，操作面积比较大，很顺滑。关键是它和 MacBook 的触控板类似，加入了压感，同时呢集成了 X 性马达，可以模拟下压的震感反馈。除了 Windows 的基础手势，它还可以单指下压完成拖动选择。在触控板左侧边缘滑动，可以调整屏幕亮度；右侧边缘滑动呢，可以调整音量大小。顶部边缘左右滑动的话，则可以直接调整当前视频的播放页面进度。左上角按压呢是最小化窗口，右上角按压呢是关闭窗口。所有这些操作都会有相应的马达震动效果匹配。另外还加入了一部分手机的使用习惯啊，比如说指关节截屏、双指关节录屏。在简单熟悉使用之后啊，一个基本可以不用鼠标的 Windows 的触控板就这么诞生了。之前呢，我一般会习惯性的在笔记本包里面放一个鼠标，但是用完这台机子的时候，我觉得以后出门啊，鼠标就可以收起来了。当然，前提呢是不玩游戏啊，玩游戏的话，鼠标的精准操控还是不可替代的。MateBook X Pro 的轻薄啊，除了镁合金机身和内部结构设计之外，柔性 OLED 的屏幕也是重要一环。这点熟悉手机的小伙伴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。现在所有的终端机、旗舰机几乎都已经是柔性 OLED 的屏幕了。相比刚性 OLED 或者说 LCD 屏，柔性 OLED 的屏幕天生的会更轻更薄。14.2英寸3:2比例，分辨率呢是3120×2080，支持触控，120赫兹高刷。不过出厂默认呢是60赫兹的，需要使用切换。调光方面，实测在80尼特以下呢会切换到144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，80尼特以上呢是240赫兹的高占空比模式。这里我们也是测试了一下实际的 SVN 值啊。
相对于360赫兹三星 OLED 屏幕的笔记本，主要优势呢就是80尼特以下亮度区间频响呢会明显降低，但是高亮度区间还是360赫兹高占空比模式略低一点。手动 SDR 最高亮度呢是591尼特，配合 AR 镀膜的低反射率啊，这下在星巴克办公就算是抢到窗边位置，也不用担心看不清屏幕了。我们手上这台 HDR 全屏亮度可以达到863尼特，小窗能够达到1100尼特加啊，属于是反向虚标。设计中呢给到了很多色彩选项，我们测试了3个常用模式 ，sRGB 平均色偏呢是0.82，P3 呢平均色偏呢是0.59，Adobe RGB 平均色偏呢是0.7啊，都可以做到1以内，色域覆盖呢也没啥毛病，屏幕的色彩校准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。而且因为柔性 OLED 的侧看呢没有彩虹纹，结合亮度、色准、中低亮度下的频闪改进，称得上是目前 OLED 屏幕笔记本的显示天花板了。整机搭载6颗扬声器，独立高低音单元。虽然说是轻薄本，但是实际的影音体验呢还是很不错的，因为你现在可以直接在笔记本上观看 B 站的 HDR 视频了。我平时睡前呢通常会拿着平板刷一会儿视频，但是最近的话会经常拿起 MateBook X Pro 来看看。轻薄更愿意拿出来随手一用是一方面啊，这块14.2英寸柔性 OLED 的显示效果是另外一方面。实际的扬声器效果，大家可以戴上耳机简单试听一下。性能方面呢 ，MateBook X Pro 处理器最高是 Ultra 9啊，但是我选择的是 Ultra 7版本，不是 Ultra 9买不起，而是 Ultra 7更有性价比啊，因为都是16和22线程，你能干的事情我也能干，我不能干的40瓦性能释放下，你呢肯定也不行。而且 Ultra 9呢是强行绑定32GB 和2TB 固态硬盘的，本着用不到就是浪费的原则，我选择立省3800元。先来一波理论测试啊，插电情况下，23单核呢是1696，多核呢是14883，连续20轮23跑分，多核平均成绩呢是13794，稳定性呢还不错。而且就算是离电状态，23也能够有单核1647，多核呢14391，20轮23多核成绩平均呢是13839，基本是没啥性能损失。室温25度环境下，双烤15分钟 ，CPU 核心温度呢是81度，分装功耗呢是40瓦。烤机过程中 ，C 面键盘区域最高温度呢是45度左右 ，WASD 区域最高温度呢是39.5度，人为噪音分贝呢是44 dB 左右。内存用的是板载16GB LPDDR5，频率呢是6400兆赫兹，实测速度呢如图所示。硬盘呢是 1TB SN740，读取呢是5200加 MB 每秒，写入呢是4900加 MB 每秒。MateBook X Pro 的电池容量是70瓦时，实测200尼特亮度下运行 PC Mark 时续航测试，最终成绩呢是8小时59分。我自己实际日常用下来，亮度中上的情况下，中轻度工作负载大概能够坚持1下午。和 MacBook Air 比呢，确实还有差距。3个 C 口呢都支持140瓦充电啊，但是比较离谱的是，插上2个充电器之后，它竟然能够激活到155瓦快充。好家伙，新能源车双枪充电是吧？不过呢，激活超级快充啊，需要在电脑管家里面打开 Turbo 充电。电池管理中关闭智能充电模式，将自定义充电模式最大容量调整到100%。原装充电器10分钟充到28%，半小时充到70%，充到 UI 百分版呢，则需要64分钟，后面30%啊，充电速度相对来说会慢许多。软件方面呢，电脑管家集成了驱动更新、垃圾清理、性能调节、弹窗拦截等等。笔电上也搭载了一套完整的华为生态软件啊，像什么多屏协同啊、跨设备文件传输，甚至中转站也都塞进来了。如果说你是鸿蒙用户，那么用起来呢肯定会很顺手。通知栏除了 Windows 11自带，华为呢还单独做了一个用来显示华为自带 App 的消息，看着跟手机上的副一品啊是一模一样。不过实用性呢不高，比如说天气点击无法显示更多信息，只是一个小卡片。微博热搜小卡片，点击跳转之后呢是手机 Web 版，而不是直接电脑网页端，用着会比较割裂啊，属于是到手就关了。今年啊，科技圈的主旋律呢是 AI 啊，这台笔记本也内置很多 AI 相关功能。华为自己的 AI 功能呢有 AI 纪要、AI 字母和语音输入。不过除了 AI 字母，其他2项都是要收费的。我这台电脑呢送了30次 AI 概要和100小时礼包。AI 空间里面呢接入了几家国内头部的 AI 大模型，但实际上等于是做了几个交互入口啊，都需要登录对应账号来进行运行。
想要更高阶的模型功能，需要开通对应的会员啊，这和自己另外登录网页版使用啊，其实没啥本质区别。OK， 那么简单小价，刚看到980克机身重量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这应该是一台轻薄好看，但是性能好用不可兼得的产品。结果呢，就是在这么离谱的机身重量下，塞入了70瓦时电池，不俗的性能释放，天花板级别的 OLED 屏幕，基本可以替代鼠标的触控板体验，以及不错的影印件，和手机上的 Pura 70 Ultra 形成了鲜明对比啊。虽然说这台笔记本价格呢也是1万加，不便宜啊，但是我觉得确实物有所值，至少在轻薄本这个领域里面啊 ，MateBook X Pro 做到了极致，属于是轻薄本里面实打实的 Ultra 类产品。换个角度来说啊，无论是轻办公还是生产力的适用范围，这可比 iPad Pro 13英寸加妙控键盘强多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需求跟我差不多，文字工作为主，偶尔做下轻度的视频剪辑，简单玩下网游，但是对于轻薄颜值有比较高的要求，而且是非 Windows 不可，那么这台电脑确实是当下轻薄本里面的佼佼者了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它的价格偏高啊，对于重量其实也没那么敏感，那么在价格更低的区间，确实呢还有更多实用的轻薄本可以选择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2024款 MateBook X Pro 的体验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同时呢，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罗更多优质壳膜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